让我走，让我走！我无地自容，我无地自容！让我走，让我走！林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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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霜！天哪，怎么办？小狗子，阿克丹，你们会在这做什么？快去找人啊！去请大夫，快去啊！快去！他一动也不动了，他不动了呀！浩辰，他会不会有事？不会，不会，他不会有事，他不会有事，我不准你有事。听见了没有，林霜？林霜。冷静下来，我一定是看错了，我一定是看走眼了。忍着忍着，我会进来救你，别怕，我就在你身边啊！你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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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孩子小产了，快，孩子小产，快带走！那母亲呢？母亲呢？她怎么样了？啊！医生，医生，这怎么办呢？她这个是晕过去了还是怎么了？你快瞧瞧她到底怎么回事啊！你救救她呀！啊！她是因为失血过多，我也不知她摔伤了哪儿。我只是个稳婆呀！哎，不是还请了别的大夫吗？可以叫他们进来了呀！对，你快把大夫请进来，快！快去请大夫去，快点！大夫在哪儿呢？大夫在哪儿啊？看见吧？怎么了？怎么样了？林霜怎么样了？很糟啊，很糟啊！你们告诉我呀！这么多血，他流这么多血，林霜！分来人，放开我！放开我呀！让我进去，我要看他怎么样了！放开我！你说，你说，不，现在你还不能进去啊！这是毛弟一时染红的，他并没有流那么多血，你要冷静一点啊！让我进去，我要亲眼看他怎么样了！让我进去，放开！我要陪着他！放开，放开！我安你下来。额娘。为什么我不能进去呢？我是银霜的丈夫，还需要避什么嫌呢？让我进去好不好？让我守着他，不论是生是死，让我守着他嘛，额娘。郝真，不许你说不吉利的话，他不会死，他绝对不会死的，你快安静下来呀，不然让大夫们怎么诊断呢？啊！儿子，你听我说。孩子已经掉了，他从斜坡上这么一路翻滚碰撞下来，孩子多半是不保了。现在只希望他没有受到其他更严重的伤，这得由3位大夫详细检查后才会知道。你进去了，帮不了任何的忙。你要真为他好，你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外头，不要干扰大夫们的诊治。我在里头，一切有我，好吗？啊！
诊断结果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，他没有断骨，没有伤及脏腑的内伤。伯父，请宽心。真的不要紧了，真的脱离险境，安然无恙了。不过小产使他失血甚多，身子相当虚弱，得好生调养一番才成啊。是，多谢大夫，多谢大夫。现在我总可以进去看他了，是不是？可以。原谅我，原谅我没能好好保护你，怎么样也没有想到，在自己家里，在亲人包围之下，竟然让你受到这么严重的伤害。而我们的孩子。就这莫名其妙的牺牲，我们的孩子。节哀吧，谢天谢地的。是银霜保住了性命，至于孩子，你们还年轻啊。可他实在去了太冤枉，太冤枉。银霜就交给你们。我得去办一件事。我去厨房张罗张罗，看熬点补品什么的。你别走，让香琪去。哦，好，我去。你过来啊，快过来。你这是做什么？阿海门，你快去调笔好手来，这笔账我非好好算算不可。到。贝勒爷，奴才知道您这会心疼的不得了，可是呢，算这个账呢，要算呢，就要等到你若怕事就别来。贝勒爷，等等奴才啊，贝勒爷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他怎么会有这梅花烙？的确是我的梅花烙啊！这个烙痕印在我的脑子里，永不磨灭。往事历历在目。当年我抚摸他的时候，我就曾经说过，再续母女情，单凭梅花烙。天可怜见，居然真的让咱们母女重逢了呀！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！老婆，快别喊了！你不能贸然断定这是新民教官的事儿。倘若你现在沉不住气，立即就是杀身之祸。你听明白了吗？
这些都是布库坊中普及摔跤的好手，赴汤蹈火，全凭贝勒爷你一句话了。好，你们听着，我们现在要指导黄龙闯入公主的院落里去，擒拿元凶，就地正法。当然，这么做会遭遇许多阻碍，所以必须借重各位鼎力相助，替我挡驾。行，包在奴才身上。我小产了。我为什么要跑？为什么要冲得那么急？我只顾自己的绝望，却不顾身体里还有一个小生命。我怎么可以不小心？怎么可以跌下楼呢？我害死了我的孩子！我害死了我的孩子！不，你别这么说，这不完全归你的错，是我错了，我大错特错了。请父亲坚强些，好好劝慰白玉胎，身子骨最要紧。啊！对不对？还别伤心了。我说你使了很多心，我的亲子才醒过来，就这么伤神耗力的，怎么行呢？不哭了，不哭了。不好了！贝勒爷气疯了，叫阿克丹找了一批摔跤能手，就要闯入公主院子里面去，说什么要擒拿元凶，就地正法了。这还得了？去找黑人营哨。带我去！你非带我去不可。现在千军万马也拉不住，只要我能拉得住他，不能动啊！这怎么下得了床呢？要去就快，让奴才背着去吧。对，让小扣子背我去。把凶手给我拿下！刑头带走。什么？你说死了？我知道你巴不得他死，幸亏老天爷保佑。可怜的是我那未出世的孩子人逃不过厄运，遭了他的毒手小产了。现在我要一命抵一命。我绊他一跤，只是想阻止他，我哪知道他会跌下去？对，你不知道，你知道他有冤在身啊。那么凭这一跤你就该死。你不是认真的吗？动手！公主，救命啊！公主，救命！快来人呐！没有人会来，他们全叫我人给制住了。下跪，我给你磕头，我求求你了，都是我
我的奶妈呀，就像我的另一个母亲，甚至比亲的还亲呐！崔妈妈，崔妈妈，崔妈妈，我求你们饶了我的崔妈妈吧，她是我身边唯一的亲人了，我不能没有她，不能没有她呀，崔妈妈。为什么不放过银霜呢？非要弄到惨剧发生，亲痛仇快才算。崔妈妈不过形同至亲，便足以让你抛却公主之尊，对我下跪求情。你怎么不想想看，我失去的是什么？那是我嫡嫡亲的骨肉啊！你很怀疑不是？那么现在我让你看看，一个会放生白狐人，现在却要执意杀人，陈等之身，足以取信的吗？不要！我信了，好不好？不要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别动！这是一场意外，都是我的错，你饶了他们，跟我算账好了。你让我怎么不张都行啊！哎呀，阿克丹，住手！老天啊！你瞅着宫中院中动用私刑，这不仅已犯上作乱，你知不知道？赶快放人！别逼我动刀，叫他前线五步4根铲。你万老爷，且慢了！白老爷，混账奴才，什么银霜带来的？崔妈妈，说。我知道你疼痛难当，气愤难消，可是就算你处死了崔妈妈，孩子一样是救不回来的。是我不够人，才会发生这么不幸的意外。我除了感到悲痛，更感到罪过万分。你再为我杀人的话，你叫我于心何安呢？如果你是为了孩子，那么让我带孩子来恳求你，千万别这么做。一个纯洁无瑕的英灵，你怎么忍心平白让他添上一笔罪孽呢？让他无效吧，为他祈福吧，这样他将好好的转世投胎，生在个好人家，做有福之人呢。像白姨太这样善良、重情重义、又心胸宽大的人，奴才不明白，为什么竟有人怀疑他的人格？最让奴才难受的是，奴才的一片忠心，竟然害得他背上了不堪入耳的罪名。奴才引颈就戮，用奴才的血洗刷嫌疑，还人清白。王爷，您动手吧。
才引颈救路，用奴才的血洗刷嫌疑，还人清白。王爷，您动手吧。王爷开恩！您说，阿克丹无罪，我也是无罪的。我跟他之间清清白白，绝无不可告人之事。我虽然出身卑微，可我的父母都是正直的人，自小严格的教导我。今天，我愿以我的父母起誓，我的做人处事、行为操守，绝非一丁点辱没了他们。为人好朕之前，我守身如玉；为生以后，我为他坚贞不移，直到我死。这番表白，若有半句虚言，让我遭五雷轰顶，粉身碎骨。我相信，我完全相信你，你无需发任何毒誓，因为从现在起，就是真有五雷轰顶，也有我给你挡着。听我说，阿克丹的忠心耿耿，数十年如一日，现在他死尽也不足畏。若是还不肯相信他，如此对待，岂能服众？往后要如何预想？至于银霜，无需多言，单看他对崔妈妈的以德报怨，便知道他的为人了，是不是？一个是家人，一个是忠仆，咱们不保护自己人，反倒去相信一个外人。而且那多隆品行不端，恶名昭彰，任由他登堂入室，兴风作浪，这简直是咱们的糊涂与不智啊！现在意外已无从挽回了，彼此的伤害应该即刻停止，不能再制造不幸了呀！福晋说的有道理，现在人人都给我听好了，一切到此为止，既往不咎，大家息事宁人吧。你瞧，你瞧，形状大小都差不多，同样也是在右肩上，天底下不可能有那么凑巧的事儿啊！你第一眼瞧见的时候，你不说胎记，不说伤疤，不说其他的什么，你脱口就说出了梅花烙，这是咱们俩第一眼确认出来的，那还错得了？那肯定就是那孩子。怪不得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似曾相识，咱们俩还讨论过的，你记得吗？是，你问我他像谁，我说他活脱就是你年轻时的模样啊。对呀，因为她就是我的女儿，自然像我。哎，怪不得那个时候被他收服了，总以为是投缘，是一种说不上的亲切与好感使然。现在想来，根本就是天性使然嘛。我还说什么天性？我是这么样的迟钝，不曾深入的想，不曾细细的盘问他的身世，甚至于一度眼睁睁的看着他受公主的欺压虐待，跪铁链儿，拉油烫，只熬到了最后，加贵用心，我才出面拯救他。这些个不说，今儿个我还看着他跪下了去。我让他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折磨，几乎送掉了性命。我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天性呢？你不知道吗？这许多年来，咱们始终以为那孩子凶多吉少，怎么想到还会有峰回路转，还会曲折离奇的重逢呢？可不幸之中万幸的是，他逃过了这一劫，他还好好的活着呀。可是那孩子掉了呀！
我原本以为跟他没有血亲关系，而是因为浩真的缘故，我仍然抱着一颗祖母的心情与感情在期盼着。现在方知他是我真正的骨血。刚才又听到医生说了那些个追悼孩子的话，真是让我格外揪心呐！是我造的孽呀，才会有今日母女相见不相识。否则，我无论如何也要将他藏在我的羽翼底下，尽全力拼性命的保护他。我的孙儿又何至于都冤枉断送了呢？你听着，你不能再放纵自己的情绪了，这样下去，你会完全失控，你会崩溃的。我承认，单凭梅花烙就已经是有力的证明了。可你刚才自己也说了，不曾仔细的盘过他的身世。那么，我想现在咱们首要做的，竟是进一步的求证，才能进一步的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啊。其中关系何等重大，你不会不明白的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你要稳住，你千万要稳住啊！啊！公主，你快别这样，让你为我掉这么多眼泪，真是折伤我，我忍不住呀。先前那阵子，真是给我吓坏了，几乎以为救不了你。从小到大，何尝受到过这种惊吓？到现在我还在发抖，心有余悸呢。公主，我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为了我，在额父面前跪地求情。我就算是真死，我在地底下也可以安心了。你下跪算什么？为你，我可以做任何事情，因为你是这世上唯一疼我、爱我、全心护我的人呢。虽然有时候我会对你大发脾气，严厉呵斥，可我心里是真的爱你呀。想想看，我亲生的娘自小就疏远了我，对于皇额娘敬畏的成分远远超过亲昵。只有在你面前，我的喜怒哀乐才可以完全坦白，无需伪装。只有在你的怀里，我才可以感觉到一种亲情的温暖。你说，我怎么可能没有你呢？是，我也一样不能没有你。名为主仆，可是在我的心里，我一直是把你视为己出。为这一生，愿意永远守护着你，伺候你，一直到我咽气的那一天。对，你就守着我吧。我的婚姻已经彻底的失败了，夫妻反目成仇，宫中无人为我做主。我向着你说，
公公自然也是袒护着儿子。到今天，我才明白一个事实，我是被彻底的孤立了。往后的日子，就好比宫中的永香、冷宫般的男孩，仅仅剩下一个贴心的你了。是你引多龙来的，是你们设计陷害银霜。我只管给他引荐，可没设计什么啊。他说的那些话，我事先都不知道。我想，他大概是越说越失去控制吧。那当场你也应该阻止他呀！你怎么阻止啊？我也不晓得他说的那些话有哪些真哪些假。当时我听了也有些傻了眼，更没想到最后变成那样子啊！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你？哎呀，起初也只是在那闲聊嘛，说着说着就拆穿了银霜的身份，原来她就是在龙源楼的那个卖唱女。我头一个想法就是这样子好了，只要我揭了她的底，准叫哥哥手忙脚乱、狼狈万分的。他上回还为了银霜揍我，我心头记恨也没想太多，只是想气他罢了嘛。总是这个脾气，就晓得逞一时之快，全然不顾后果。你事后再来懊恼追悔，你有用吗？你心头的那把火，该怎么样才能够浇灭它呀？成家何时，你把不如你哥哥的挫折，对你父亲偏爱的不平，你全部归咎于一个原因，那就是我。我不应该生在皇家，我不应该命运坎坷，我不应该身不由己地被人陷进王府，不应该能歌善舞，不应该凭美色博取宠爱，而惴惴不改的就是生下了你。诸多的不该，如火上添油，把你心里的那把愤怒之火越烧越旺，烧得你心浮气躁，烧得你痛苦不堪。于是你对我乱发脾气，口不择言地怒骂我。可是这样的发泄，却灭不了你心里的那把，所以你就切腹小蕊，再引多龙来整银霜。因为他们都有我的影子，是不是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懂你在胡说些什么。你当然懂得，我说出的是你心底的症结。你因为恨我，可是你不让我把母亲怎么样，你就把仇恨的情绪完全发泄在无辜者的身上。结果呢，你不但没有办法灭了那把火，反而在你的良心上增添了一个物体，加深了一份的不安。你把这激怒的那个难过，那个痛苦，对不对？不要说了，我不要听，我一个字也不要再听了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儿子，你要娘怎么办？如果娘死了，可不可以平息你心头的那把，让你的心里清明些？你干嘛这么说呢？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所以才跟你坦白啊。如果我无心悔改，我不会一声都不吭的呀。我这就算跟人家错，为什么要吓唬我呢？谁要你死？虽然我不是一个好儿子，可是我也不是一个无可救药、无心肝的人啊！别对我绝望，别心灰意冷的弃儿我而去。我会改，我保证一定会痛改前非的，好不好？娘，娘，原谅我，娘。
去睡吧，把它交给我。去睡吧，啊！你必须要合合眼，养养精神。你不希望银霜睁开了眼，看了心疼，对不对？香琪，香琪，醒醒，快醒醒啊！哦，银霜姐，银霜姐她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她好好的睡着呢。啊，你累了，回去歇着吧。这儿有我跟福晋看着，你就放心的去睡吧。啊。银霜，我的孩子，你还好吧？渴不渴？饿不饿？我想喝点水。哦，我来倒。好真啊！让我憋着回房去睡了，慢慢喝。什么时辰啊？大约快天亮了。啊，那你们一直在这守着我，我怎么过意得去呢？让香琪陪着我就好了嘛。香琪呢？快帮我喊香琪来啊！额娘，你快回房去睡吧。你这样，我怎么受得起啊？受得起，受得起。你不是喊我额娘吗？你就是我的女儿啊。哪一个孩子病了？做娘的不是衣不解带，在一旁照料呢？啊！我这个女儿始终不断的给您添麻烦，又劳心又劳力。我想，我终究还是辜负了你，让你失望了。快别这么说，你应该感受得到，福晋是在真心的疼着你。这么讲，他听了要伤心的呀。是，我知道你是真疼我，我感受深刻。自从我10岁丧母之后，就不曾享受过这种母女情依依的温暖，是你赐给了我。告诉我，你的母亲是什么样的人？你父亲又是什么样的人？你并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没有兄弟姐妹，我是独生女。我娘始终不曾生育，直到40岁上下，才有了我。是吗？我爹是个琴师，我娘是个伶人。当年，他们在京里几间出名的酒楼饭馆中卖唱，我也是在京里出生的。什么？你也在京里出生的？是什么日子？你告诉我你的出生年月日好吗？好吗？哦，我是戊寅年10月2日生的。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了？你说，再说一些，多说一些，好不好？你想听些什么呢？我想知道你出生时候的情形啊！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娘可曾跟你提过？许多母亲都会跟孩子们说的一些事儿。对，你娘跟你提过吗？你还记得不？啊，有的，我记得我娘跟我说过，那个时候
他跟我爹住在城郊，一个叫杏花溪的小地方。杏花溪，怎么了？你们知道那儿吗？是，我们听说过。继续往下说，继续往下说呀。说。无事的孩子，我必须跟你说一件事。你并非是我和你娘亲生，你是咱们捡来的。是这样的，我听我娘告诉我，我爹娘每天清早都要去溪边吊嗓呢。那年霜降的早，枝桠上都结满了霜。我娘说，她一边吟额吊嗓，一边觉得那景象美极了。可才练了一半，阵痛就开始了。我就是在那一天出生的，所以爹娘就帮我取了银霜这个名字。你瞧，这几个关键都吻合呀。他也在北京出生，并非外地。同样是戊寅年，我那孩子不正是戊寅年出生，也是10月。哎呀，我记得好清楚，10月1日那天夜里，我开始阵痛。我那孩子出生的时候，已经过了子时，姐姐就把他抱走了。处理事情的第一天正是杏花溪，我也追问过姐姐了，姐姐说的也正是杏花溪。你说对不对？对不对呀？是杏花溪，没错。孩子放在溪水中顺流而下，幸好叫这对卖唱的夫妇发现了，给救了起来。定是这样的。那对夫妇把他视为己出，没有告诉他真相。可咱们心里有数啊。这几个问题一经比对，还有什么疑问呢？她的的确确就是我那女儿，是被我这个自私的母亲给放弃的女儿。当年也是情势所逼，万不得已呀。可他能体会，能谅解吗？你要告诉他真相，不然为什么这么说？万万不可，这秘密说不得，一辈子都说不得。我知道这孩子的失而复得，对你是太强的震撼了。可你不能因此而失去了理智。秘密一揭穿，继之而来的不是银霜的幸运，首当其冲的怕是浩真的不幸，是整个王府的家变与灾难呐！对，我不能乱了方寸，我要稳住情绪。可假如我很小心、很谨慎，只告诉银霜一个人呢？告诉又怎样？你并不能给他证明还他真实的身份，对不对？那么又何必去给他增添一份痛苦和打击呢？我只能给他痛苦和打击。怎么说？你是认为我根本就没有机会，他是绝对不可能原谅我的了。谁也无法断言他的反应究竟会怎样。可有一点是可以预见的，那就是他将再也无法坦然地面对其他人，他会活得很辛苦。你想想，眼前他还不够苦，他已经是困难重重了，你何人再给他加负重担呢？这重担还是咱们2个人来挑吧。啊！ 我不能乱了方寸。我
何该是天意呀？让他和浩真相遇相恋，一直成为王府中人。瞧，这不就是机会？这是老天爷给咱们的机会，让咱们利用有生之年来补偿他的，不是吗？那么，就让咱们把真相藏在心里，用心去爱他，就像这些年咱们对浩真一样，咱们是做得到的呀。总之，为了每一个人好，就必须让一切维持现状，这才是万全之策呀。你就听我的吧，好不好？自作孽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一切的苦，只有我自个儿肚子里咽了。就听你的，我3缄其口。我什么也吃不下，你撤下去吧。公主，我想，也许咱们回宫去小住些日子，比较好吧。有什么好？我和额驸不和，宫中已是人尽皆知。现在忽然回宫中小住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显示我在王府已待不下去了。你让我回去丢这个人吗？没有的事儿，公主，是您自个儿太多心了。回宫小住，这乃人之常情嘛。就算有人猜你们夫妻失和好了，嘴上必定还是称赞您是一片孝心，哪个敢闲话半句啊？是啊，那是因为他们虚伪，所以我也得装出若无其事，强颜欢笑。可我这样能笑得出来吗？所以，我宁愿待在这儿。最少，我不必掩饰我的沮丧和失落。可是公主，在这儿，没有人会来关心您的情绪。再接下去，你只会更沮丧、更失落，何苦呢？回宫去吧，再怎么样，那儿至少还有皇上跟皇后，是真心疼你的人呢。不要，我不要回去。真的这么放不下额驸？我是瞒不过你的，对，我放不下他，他是我全心全意、一生相许的人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心从他身上收回来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既然是这样，那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咱们就在白姨太身上赌一赌。什么意思？白姨太她不是阻止额驸处死我吗？现在且不管她是真的以德报怨呢，还是为了息事宁人，咱们就赌她真的是一个心无城府、不计前嫌的人好。咱们去求她，跟她求和，向她忏悔啊！
如果说他真的能原谅我们的话，那么你跟额父之间或者还有希望。这怎么行呢？怎么不行呢？这么做，我等于俯首认错，跟他投降了。为了额父，投降又怎么样呢？我懂了，我认了，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呢？我愿意放下身段，不顾面子的去求和，我愿意赌一赌。站住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为什么到这来？我是来看银霜的，我还给他炖了补品呢。打开，把篮子打开，快！是。你这是干什么啊？你看，都把话弄傻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暗藏凶器不成？凶器是没有，但动你手脚，这2碗汤也一样能致命。你冤枉！公主她完全是一片好意。闭嘴！你没有资格说话。我不管，就算没资格，我也要说。哪怕今天你杀了我，我也要为公主喊冤。我不能忍受额父你这样侮辱我们家公主。你用不着这样反和男人来激我，我很乐意证明给你看。抱歉误会了公主，可是我必须要小心行事，因为我绝不让银霜再遭受任何打击或伤害。为了贯彻执行，就是六亲不认也在所不惜。所以你最好远离这座院子，以免受辱。我已经忍住委屈，咽下羞辱，把汤喝了证明给你看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不是你还要我怎么样？由于你的咄咄逼人，使得我的孩子死于非命。我的银霜身心受了重创，现在你却拎着几个补品来要探病，我怎么不要怀疑你是居心叵测？你要凭什么认为银霜愿意面对你的惺惺作态？除了居心叵测、惺惺作态，难道我就不能有良心不安和愧疚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研究。假设你砍断一个人胳膊之后，忽然觉得后悔抱歉，你还能期望那个人一面流着血，一面还来安慰你吗？先不要说怎么送汤送药，说什么良心亏欠，只要你稍稍假以辞色，稍稍宽容一些，我就会感激涕零的。至于现在，你是给我一种很荒谬的感觉，所以你何不就好好待在你那座院子里，不要让我再见到你。我想。这样或许我们两个都会比较好过些。护驾狩猎，去哪儿啊？承德。那有宏伟的行宫，是皇上经常巡幸游猎之所。每次呢，总有王公大臣们护驾随行的。这次随行的有50几个人，
阿玛，我还有浩翔都要去的。那你要去多久呢？少说要10天半个月，或许更久。偏这又不能不去啊。当然要去，你别放不下我。瞧，我已经康复了，不是吗？这一阵子，你跟额娘对我千般仔细、万般呵护的不说，底下的人更是一个也不敢马虎。我成天除了洞口吃喝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用做，真是被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你还有什么好不放心的呢？我怕公主不会善罢甘休啊，这一出远门，她倒是有机会来对付你。还有我呀，我不会让她来动银霜一根汗毛的。啊，贝勒爷，奴才这条命是白姨太给的，只要能保到平安，奴才就豁出命干。呵，你又豁出命干了！上回冲到公主院子去救人，这是怎么摆平的？你还没学乖呀？这真正出事的时候，烂命一条，挡得住吗？救人如救火，挡得了一时就管用，否则等援军到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。哎呀，挡呢，这是自然要挡的。不过呢，千法万方最笨的一条就是蛮干，硬碰硬了。所以呢，同样是得罪公主，我呢就没你闲眼，叫她恨到骨子里头去了。逮到机会呢，反咬一口啊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要骂我只会办事，你就干脆说。咱们是就事论事啊，你别光火啊！好了，你们要当着主子的面吵架是不是？小扣子，你少嘀咕阿克丹了，他是直来直往的性子，不像你尽在肚子里做功夫。奴才嘀咕他，也是提醒他有点自知之明嘛。这与其留在府中呢，不如随贝勒爷护圣驾去。你还讲，气死我了！我就是不服这口气。哎呀，我就是不去承德，我要在府中尽忠职守。你别跟我闹义气，动动你的脑筋为白姨太想想行不行啊？前你走是为了避嫌嘛？你说什么？银霜和阿克丹要避什么嫌啊？这是公主说阿克丹有嫌疑的，那是欲加之罪，所以啦才要遣阿克丹走。那么记起加罪呢，他也得改个词儿。不管怎么样，咱们那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都容易应付啊。奴才敢打包票。凡是挡在白姨太前头，反正呢，奴才是铁匠铺的材料，天生挨打的货色，挺过去就没事了。这要是挺不过去，后头还有福晋，您说是不是啊？小扣子说的是啊，你把阿克丹带走吧。虽然说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但是能防一个是一个，就不要再争辩了啊。可是阿克丹力大无穷啊，奴才和小扣子挨打是不怕，开打可不成。不会那么糟的。我告诉你说，这人防虎，虎也防人呐。咱们小心些，谨言慎行，不去招惹，就相安无事了。好了好了，咱们别谈论这件事情了。瞧，弄得浩真心里牵牵挂挂，更放不下了。你别净往坏处想。心神怎么能安宁呢？出门在外，谁知道会有多少突如其来的状况呢？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精神去应付，可怎么办呢？那才叫我有担不完的心呢。好了，你别为我担心，我保证平平安安的去，平平安安的回来。好，我也跟你保证，让银霜平平安安的。进来吗？有事吗？
明儿一早就要启程了，这是我家祖传之物，据说驱凶辟邪，十分灵验。我自小佩戴至今，也深信它是个吉祥之物。现在，我希望你把它带在身上，就当是个平安符，保你一路顺顺当当，平平安安。如果你真心要给我一个平安符，那么不需要是贵重的玉佩，你只要给我一句简单的承诺就行。什么承诺？我不在家这段期间，不要借故欺负银霜，你能答应我吗？好，我答应。假如有呢？假如有呢？任你处置，要杀要剐随便你，这样行了吗？咱们一定要这样相处吗？难道你看不出我已经投降了？我一再的挂起免战牌求和吗？不错，可是我不信任你。对，因为我过去的表现让你不信任我，可现在的我试图改过，你却不屑一顾。你要求我做的事并不见面，这样一丁点的机会都不给我，我如何争取你的信任？你不需要，我曾经给过你机会，可是那是我犯下最大的一个错误，所以你不必浪费力气争取什么，因为我不预备重蹈覆辙。那我算是什么？你不再把我当你的妻子看待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坦白说，我曾经有心，也曾经努力过。现在我告诉你，我是既无心也无力。这不公平！这不公平！你对我太不公平了！在成婚之前，你就已经有了银霜，而我奉献的是诚实的心和纯洁的身子。在新婚期间，你迟迟不肯行合境之礼，各种搪塞的言辞、逃避的行为，让我在难堪委屈之余，还处处为你设想，替你合理化。我不知道别的新婚夫妻应该怎样，可我再无知，我也感觉到我的婚姻不对劲儿。多少个夜晚，我前思后想，究竟是我哪儿做的不对，做的不好？这份苦恼偏偏又这么难以启齿，我只好一个人闷在心里。我郁郁寡欢，我容颜憔悴，你都不在乎，也不曾过问，因为你正忙着把银霜接进府。我头一次看见银霜，我见你握着她的手，摸着她的脸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从来没有那样子含情脉脉地对过我，却对一个新进府的丫头如此。你叫我怎么不怒，怎么不嫉妒啊？你给
我各种挫折，已经使我的自信微如泪卵。而尹双一出现，我就彻底的垮了。所以我欺负他，虐待他。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给我的机会的话，我不能苟同。你给我的分明是一个陷阱，你让我不明就里的陷入一场战争中。为了自保，我一步步走向残暴凶狠的路子。回过头来，你却对我讲这种绝情绝义、心灰意冷的话。你让我独自负担这一切，好像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你这样做公平吗？你要讨论公不公平是吧？那么试问，仅仅为了做我一个小妾，银霜就必须要付出这么许多的代价，这样对她公平吗？而我必须要服从指婚，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，这样对我又公平了吗？你说我给你一个陷阱，好，假设当初我给你的是诚实，在新婚之夜我就向你坦白，我心已经另有所属。你不愤怒，你不嫉妒，你认为那样就会有不同于今天的结果？不要再做这些无谓的争执了，谁比较委屈，或谁是谁非，现在都没有意义了。基本上，一个本性善良、宽容大度的人，或许可以免除这些不幸的悲剧。可惜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你完全否定了我，是不是？即使处罚在即，你也满心担忧我这个邪恶而又心胸狭窄的人会趁机迫害你的银霜。你却不怕同属近亲，一丁点虚以为义都不肯，宁可决裂。我就这么让你反感，这么嫌恶，让你连里掩饰一下都做不到。即使是为了保护你的心上人，你也不愿意这么做。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我的确不想掩饰，也没有力气掩饰。如果你想为此来报复我，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，不要去动银霜，不然我保证你会负不起这个后果。你滚出我这间屋子！